好等呢，等姐，我就开始啊，好吧，等一下我们开始哈。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们等一下准时开始哈。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直播。这礼拜真的是要命，好吧？老师这个礼拜做很多事情，但是一时三刻还没办法向各位报告。但是最快下一周我们会有一些新的系列，我可以开始跟各位去面试了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说真的，我这段时间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就希望以后我们的节目更加的多元，有意思不是只有那些 AI 搞笑了，好吧？我们会有更多的好东西跟大家去分享。还有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8月26号，我们的那个消灾忏罪的解冤亲的法会那这个在明天吧，明天我就截止报名了，有空了还是报一下吧，好吧？每一年这个是惯例了这个有些时候冤家这个几百年的一个恩怨情仇你也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了我慢慢劝，你就慢慢参加。你不参加老师的也可以，你参加别人也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就是参加吧，好吧？消灾忏罪这种东西就是怎么讲呢？你不知道不代表你没做过，对不对？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这样，好吧？能做就去做。然后，那这一周我们面对到的事情是比较多元化的。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上变化比较多，但是我们主要来看的东西并不是来去说今天怎么样的一些美丽局势什么的。这些东西各位其实看我们直播看久了，其实各位对整个世界的变化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我发现我的粉丝已经是跟老师的直播很久的一些老铁们你们看事情真的是非常的犀利，我都觉得是说你们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对了，看事情你们已经懂了很多角度去看，所以说呢，遇到事情也比较不慌。有时候我跟一些老铁就是已经跟频道3、4年以上的，我发现你们的谈吐就是非常一流很厉害，想事情真的是想很全面比我还全面。毕竟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嘛。老师已经老了，好像头发其实全白都是染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你要去发现一件事情整个这个世界跟时代在转变的时候我们要发现是说它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呢？那我们要发现说现在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是一个战争性的问题，还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整个时代去看的时候真正影响世界的除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外，其实最重要的事情都还是在于你每一个国家或者你集权的国家，就是你这个势力最大的国家或者政府或者你内政方面它的制度性的问题会产生。这其实没有制度性问题你就不会有战争，你有制度性的问题你就有战争。比如说来看我们在世界上整个世界史里面去看，你会往外去侵略的国家，无论是以前的古希腊古雅典、古希腊或者是你在那个波斯帝国，或是那个墨西哥阿兹提克帝国这些这个大帝国他们会往外扩张，其实都是为了怎么样？为了他们自己里面的一个政治制度要安定，所以他们选择向外去侵略。比如说罗马帝国吧，也是一样，对不对？它整个那么大一片土地，它一直不断往外扩张。为什么你不扩张的话，你这些士兵没有军功，你这些经济没法扩张，你这些很多事情你必须向外去讨，你才会有。所以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很多状况之下，你看到世界上有的战争其实它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你本身的帝国的制度你不得不往外去走。如果你不往外走，你本地是容不下的。比如说我们英国跟葡萄牙大航海时代。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需要，而不是说呢他们非得去外面去做，因为他们政治是需要，因为他们里面要分钱太多了，因为知识高了，分钱人太多了，那怎么办呢？想外去走，因为市场才能扩大，对不对？所以他们出去找什么？找香料，找人口，找生产地方。那你罗马帝国找什么呢？找贵族能够去诞生新贵族的地方，因为你阶级固化之后，那你下面人上不来，那军人的话，你也要给他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说你像在过去的战国时代，像那种魏武卒，为什么到后面把魏国给拖死了？为什么？因为给他太多了，给这些开疆拓土的士兵太多了。但是你如果不持续向外扩张的话，你供不起这些所谓的这些军人跟军人家属。秦朝也是一样，
所以就是因为你的土地必须要扩大，你不扩大你治不住。那这个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钱分不均。你钱分不均的状况之下，你会造成是说你固化之后，它就从内部开始做腐败。所以说我们今天讲一个案子啊，讲个案子再做一个开题，开题什么呢？它在明朝，明朝这个故事啊，其实老师有很多故事，但是实在是演不过来。好，它跟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美国，它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哦，各位，这个是从古代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太阳底下从来没有发生过新鲜事啊。对你能够遇到的人身上的困难，我告诉你，别人都发生过了。你能够遇到了所有的一些糟心的事情，别人也发生过了。你遇过那些撕心裂肺的事情，别人也遭遇过了。话不还说什么呢？就连你自己啊感情上受的创伤，你妈搞不好也试过了。对不对？不要说太远了，是不是？他都试过了，对不对？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在于你的心胸怎么去看的这个世界。你心胸一打开，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啊，一直不断的重复。你把自己超然出来之后，你不去盯着那个烦恼看，那烦恼就不会在你身上，因为世界上就是这么样的运行。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各位谈一个什么是跨越600年的对照组。明朝洪武皇帝就是那个赖立头朱元璋啊，他的一个郭桓案啊，明朝有4大案嘛，我们今天讲郭桓案来看啊，那对比的就是我们现在美国美联储跟联邦政府的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好像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看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的逻辑。这国家的仓啊，国家的钱库跟粮库为什么会被搬空呢？老百姓的劳动成果明明就是我就是种地打粮，但是呢，你一直文书下来，你的官兵可以直接来我家里去收钱，对不对？因为你欠我钱，官兵直接到你家说你欠我钱，还合法的哦，合法的哦，就直接去你家说你欠我钱，对不对？就不像现在的 IRS，对不对？美国的 IRS 很厉害，是不是？什么样的状况啊，你都不能抵抗 IRS。这 IRS 啊，那他们还有枪，对不对？他们是查税的，还有枪，是不是厉害着的，对不对？所以这故事怎么来的呢？它是在公元的1385年，大明王朝的粮仓大劫案，也就是郭桓案。他在洪武18年3月的时候啊，有个御史叫于敏丁廷举，他去告发了这个户部市长郭桓啊，说这个人啊他贪污。但是呢，事实上啊，这个监察御史啊去举发郭桓贪污啊，其实只是一个桥段。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已经由朱元璋他自己已经断完了，人该杀的都杀了，哦，该办的都办了，然后再找个监察御史出来说啊，这是别人去检举的，对不对？不是我屠刀下去让你们全部的停止你的生命体征，是不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朱元璋啊，他实在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多么聪明呢？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和尚出身的啊，他这个地痞流氓出身的，对不对？那他就从基层打到了一个皇帝位。他不但会打仗，这个人厉害在哪里呢？朱元璋他会看账，所以说呢，你开公司啊，你账不会看了，那你就不要开了，像老师一样，对不对？开公司干不好，就是因为账没看好，账没看好呢，你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看账是很重要的，但朱元璋他会看账，他拿他自己的这个户部报上来这些清册啊，就发现这个账对不起来呀，哦，总觉得这个账啊好的过分。好的过分啊！这个钱跟粮啊，怎么会这么样的充盈呢？难道是真的是我天赋异禀、治国有方吗？还是李善长他非常厉害吗？还是刘伯温的神机妙算呢？怎么想都不对，事情没有这么顺的，因为他是从底层上来的，他知道上面写的好的，下面就不一定去好，因为你层层的一些包庇回扣之下，你怎么可能是说你真的如你想象这样，百姓安居乐业，民间丰衣足食啊，太仓、长平仓都是满满的粮食，说国家根本就不用怕。这种盛世场景啊，是他们开国10年的时候李善长写的啊，就是他们所有仓库都满意啊，什么都是 OK 的，完全没有问题啊。但到洪武18年啊，那17年应该算17年的时候，朱元璋觉得不对劲，他去查，就发现了原来这个税入应该是2400万担这些粮食啊，你真的如果去访这个实际的粮仓里面的粮，没有粮食。粮仓报了这2400万担精粮，精粮是跟粗粮不一样啊，精粮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很好的粮食，这最好的粮食哦，2400万担，但实际查下去啊，它不到一半。那其他跑哪里去呢？跑到他们的钞票里面去，就大明宝钞里面去。所以说粮食换成了宝钞，但是大明宝钞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啊，这个是一个国家第一次发行的一个纸币啊，中国不是第一次啦，就近代史上比较就元朝也有纸币啊，就大明也有纸币。那么这个纸币的这个状况之下，明朝发这个宝钞啊，其实是算是一个半垃圾品。为什么？
因为它跟那个新几内亚或是什么之类一样的，就津巴布韦是一样的。你发这个纸币里面啊，好，大明宝钞它是没有所谓的一个担保品的，也就是说呢，它既不是以金本位制，也不是银本位制。就它发这个大明宝钞啊，只是说上面有代表100万贯，但是实际上它有没有100万贯就存在它自己的那个国家的银行里面呢？没有，户部里面也没有这100万贯。就是说我写这100万贯，你就得认它是100万贯。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以前共产党在打那个在那种西南边陲的时候，你们也是做这个自己的这个早期人民币嘛，对不对？没有担保，但是我就说它有效，对不对？就说那个价值有没有？当时是没有价值的，好不好？那个明朝那个时候是没有价值的，说大明宝钞啊官价，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所以他发现粮食进来了，变成了这个大明宝钞好像账货是两平的，但是问题是，明明地方交上来的是粮食。好，地方交上来是粮食哦，那为什么变宝钞呢？你变宝钞也可以，好吧？今天就同意你是宝钞吧。但是粮食最后跑哪里去了？粮食给谁了？你要把它赚成钱，你得要买就有真实的银两，对不对？你把它变成民间说通货方面要变银两、银票啊，不然就是你卖给哪些粮商还是什么东西的哦，这个总要有吧？是不是？都没有。那么请问一下，这个钱跑哪里去了？这个粮跑哪里去了？所以朱元璋去查。就发现了啊，这所谓的郭桓案，也就是说呢，当年其实举个例来讲，查出来，像比如说浙江，它应该上缴的粮食是450万担的秋粮，但是呢，它的户部侍郎哦，就算是不他上书，户部侍郎好像，他就怎么样二把手，他就去跟地方官员上下其手，该收450万担的粮。他只交200万担上来哦，然后呢，他自己收了50万贯的钱，剩下190万担被众人去私分了。所以说啊，就发现你这个账明面是对的，数字对得上，但是没有粮食，就把它换成钱，钱换成谁？大明宝钞。大明宝钞是怎么样呢？他跑去找户部的印钞票的人，自己印自己存，厉害吧？自己印钞票自己存，有没有像什么美联储？懂老师意思吗？他的美国国债，这个美国钞票自己印，自己存；美国国债自己印，自己买。为什么？因为美联储负责发国债，也是买国债，他最后再把他自己买下来国债卖给别人，是不是跟大明宝钞差不多意思的？而美国他自己有没有所谓的外汇储备？他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啊，他有没有金本位？他美国现在发行的那些美元啊，基本上他的黄金是不够他去做这样担保的，好吗？这也都不够的。所以说，当时的那个明朝就已经有人想到这个方法了，对不对？你需要什么？自己印，对吧？你自己就把钱印出来了，就可以算式里面去了。所以说这案子发去啊，就发现这样不对啊，一个一个去深挖哦，就发现啊，这个郭桓的团伙啊，包含了6部尚书、侍郎、地方官，所有加起来，他总共去摊没的金粮大概高达2400万担。而这个2400万担什么意思呢？好，他这个总共他处理这个户部啊，大概才1年的时间。因为尚书要换人嘛，他是二把手等于占地的一把手，所以当未来一把手选上来之后，他二把手就退休，所以他就等于是说就直接可以退场了，平安的下庄。但是没办法，你遇到朱元璋，他自己看明白了，所以说郭桓案他在1年之内啊，他摊了2400万担，而当时大明1年的国库收入的粮食总共才2940万担。等于也就是说了，郭桓他一个人所组织这个瞒天过海的整体的制度，他腾空了国家全年赋税的80%，就把它换成大明宝钞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朱元璋怎么去干的呢？他直接就是没有在酒足消消乐了哦。其实当时他没有酒足消消乐哦，他这最快的方法就是说呢，他在关个什么历史上面有写。自6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快了吧？这么简单一点，对不对？不给你审了，审也审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说，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全部包含侍郎都下狱服诛。但明史里面写的系死者数万人。但是这个东西啊，它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粮食不见了，那你把这些户部侍郎这些人全部抓起来，郭桓也抓起来了，那么你得去问。不见的粮食跑哪里去？你得去查出来吧。你要嚣张，你总是要有东西吧？因为下面190万担，光一个省浙江省的浙西而已，不浙东哦。浙江的西边所收出来的粮食就是450万担，然后你只交200万担上来，那200万担跑哪里去呢？你要去知道啊，对不对？就审了半天，然后6部尚书、侍郎以下人都审不出来，
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如果断点都没有人知道这个粮食跑哪里去了，或者分到哪里去，或者不敢讲，就到最后他们就说一句话哦，他们把这些粮食藏在百姓的家里，哦，藏在这些地方的富商的家里，哦，就是藏谷于民，哦，就是把这些东西啊放在这些地方百姓上面。所以说啊，审案的那个官员叫什么我就忘了，审案那个官员呢、就说啊，罪证如此，所以是说呢，他就拿这个罪证啊，直接下发到地方上去，哦，下面就跟朱元璋讲完之后，下发到地方上去，送给十二省的那个所有的这些布政使，哦，去查，哦，是不是他们这些人把他们的贪墨来的粮食啊，给地方的百姓、跟富商、跟乡绅他们直接他们藏在家里面了，对不对？那布政使就只能说照办，但是呢，地方的官员就知道说这个里面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了。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账。你说把你这些粮食啊藏在地方的百姓里面，那么你没有账，等于是说我今天去查，我也不需要对上数啊，你最高数就是浙西，比如450万担，我就把数对上了。哦，那什么来的都是赃款，都是这些偷来的粮食，对吧？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这个流水嘛。就是我不用按流水查，只要你家里有粮食，你就是这个郭黄案的同党。当时就这样查的、哦，各位可以去查一下明史啊，这个蛮有意思的。所以说他们兴起了大查税运动，对，就是开始每一家去查，你家有钱的，哎，你家的钱，你家的粮食啊，一定是跟郭黄有关系的，不然你怎么会有粮食呢？不合理呀、啊，对不对？要说我自己种来走不行，不合理，因为你跟郭黄一定有关系。那么就把你家给抄了，粮食全部夺走啊！所以说当时在光一个地方，可能一个知府所管的地方啊，他可能就关了几万个流民。为什么不是说流民啊？几万个百姓，因为你们不去缴这个，把那个郭桓的他们所面的赃粮啊，那些贪墨这些粮食啊交出来，那么你藏哪里去？你没交之前，你不可以离开这里。那么这个状况就是有趣了，你查抄上来的粮食有多少，也是没账的。因为你从这些乡绅啊、这些地方大员啊，或是这些有钱家里啊，或农民家里拿下这些粮食，没有账，所以说呢，你最终要对的账就只有最后把那个数字填上就可以了。那你多查抄出来的算谁的？算谁的？大家的，对不对？大家的，所以你就发大财了。在过去封建时代啊，各位去知道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所以说有米有粮，你就等于有钱，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它兴起了一个什么？这个天下的大狱，这个大狱啊，又变成什么呢？又变成的是这个江南地区啊，它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意思就是呢，江南的中产之家基本上全破了产。豪强地主受了打击之外，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家丁嘛，或是跟官府有关系，损一半啊也就认了。但是地方百姓啊就被层层的追赃、摊派，还有转嫁，搞得倾家荡产。有些百姓啊直接怎么样呢？你只要来，我在那边自挂东南枝，对，当我在 cos 晴天娃娃。那这个事情就传回去了之后啊，朱元璋就大怒，发现也不对，你百姓怎么可能有这个数字报上来？的确数对上了，你粮食也追回来了，但是百姓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粮呢？他自己就是从饥荒的时代出来的人，家里不要说藏粮食了，你家里那个米缸能不能填满？我看好几年都看不到它填满的状态。就是家里的米缸就是那么一点点，你每天能够喝一碗稀饭，你就已经是算是可以活下来，叫温饱。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温饱这两个字在农业社会很重要，因为你只要不冷死，温的就可以。饱是什么呢？温饱就吃的是温凉的食物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慢慢只要维持住就可以了。如果你连这个维持不住，叫什么？叫清寒，对不对？你那个饭就变清水一样，然后外面很冷，叫清寒。就是温饱跟清寒就是在于是说你有没有一口饭吃而已，没有差很多，就差那么一口饭。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朱元璋就直接就再去抓贪官污吏，说最后就把6部尚书啊，还有他们以下的侍郎啊，全部把他处死，重新换一票新的人来。但是呢，后来他们在大告里面啊，招式奸党录里面啊，他也只能说什么呢？总共追回来的那个粮食是700万担，但是呢，查案的人被处死，贪污的人被处死，参与的人被处死，没有人活下来，没有人活下来。就连查案的查出来那些说啊，你是藏谷于民的那个人也被杀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扰民嘛，对不对？百姓家里家破人亡了，他要怨谁？怨官府啊。怨官府的话，朱元璋就怕了，因为朱元璋是个爱民的皇帝啊，他自己就是因为吃不饱造反的，所以说你先让百姓吃不饱，然后把他们粮食抢走，保不齐也不哪个地方再出现一个方国珍，哪个地方再出现一个什么陈友谅，哪个地方再出现一个朱元璋，
那怎么行？说一定要替死鬼，说6部四郎以下全部处死，百姓看有人被杀了，也就认了，反正就这样嘛。再怎么样，皇帝老子你也拿他没办法吧？说郭桓案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在于是说他们是用制度去贪污的。这个制度贪污就是你没有账，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所以说在这个600年之后啊，到现在的美国，它也是另外一种搬空粮仓的一个策略。说美国百姓的粮仓是什么呢？当然就不是粮食了嘛，因为他们自己采粮是够的，好吗？它是主要是讲什么呢？跟各位讲，它是美元的购买力，是你工资的实际价值，是他们能够买到的这些房子、教育跟医疗。而搬动这个粮仓的手啊，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我们来看一件很实在的一个数字哦，在2007年的时候，各位都已经是英雄豪杰的时候，对不对？2007年的时候，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它的总共的负债规模不到9000亿美元，没有听错哦，你还不到20年之前呢，它的资产负债表不到9000亿美元，所以那时候美国富不富？富啊，强不强？强啊，对不对？超级伟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你也不用到20年，你就到了前几年，好不好？2022年的6月，它的峰值达到多少呢？到了2022年6月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它的峰值达到了8.9兆美元。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呢，它就直接膨胀到这么大，从9000亿变成8.9兆美元。即使它后来啊，尽量的把它这个资产负债表把它量化的什么叫做 QT 嘛，我们量化紧缩。对，当时我们经过好几年的 QT， 各位都知道。所以到了2026年的6月啊，也就是前2个月啊，对不对？美联储它现在的负债表还是维持在6.79兆美元啊，其中6.79兆里面，其中的国债有4.49兆啊，那它包含了这个所谓的 MBS， 就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啊，就是他们把负债这个证券化，里面有1.96兆美元啊，所以说就变这样。那量化宽松啊，我们之前看的川普在量化宽松的时候，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呢？这美联储在账本上啊，凭空创造一些数字啊，不是印钞票，是在电子账户里面直接去 key 是说，我们有这些钱，我直接把它写出来了啊，跟印大明宝钞是一样的意思。然后用这些电子钱啊，去市场上去买美国的国债跟所谓的 MBS 啊，就是负债证券化的东西，然后卖债的商业银行呢，里面准备这些现金就暴增了，因为你突然有钱在市场上面嘛，就是量化宽松了。所以说啊，在这个状况里面啊，银行就拿了1块钱的准备金，可以贷款出来4块钱，这叫什么派生货币？但我们知道量化宽松就是这样啊，市场上钱突然变多了，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世界各国的很多的股市都欣欣向荣。等它需要 QT 的时候呢，它直接把你收回来，那你就完蛋了。所以问题在哪里呢？它市场上的钱啊，从基础货币啊扩张到广义货币。那问题就在于哪里？美联储它买国债，本质上它是到底是谁去付这个钱？你自己美国发债，然后美联储去买国债，那这个钱是谁来的？哪里来的？对，你不能只 key 个数字嘛，你可以说你总要有个理由嘛，对不对？就像郭桓安一样，对不对？你粮食进来了，换成宝钞嘛，宝钞是不是数字？账货2瓶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那你没有货，你有账啊，那是不是就可以了？是不是？那这个东西，这个钱主要是来自于是未来的纳税人啊，因为美联储它着手创造出这个4兆美元的准备金啊，它是债务，就是说我跟未来去借钱借这个债务，然后右手再买下这个4兆美元的国债，也就是说啊，财政部未来要连本带利的还债的来源啊，只能靠税收，或者是你在借新还旧。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啊，美国的国债总规模啊，从2021年的29兆美元飙到2026年的39兆美元啊，其实最新的是40兆美元呐。那是什么概念？等于是说啊，在这么短短的5年时间呢，美国人啊，每一个人头上顶的11.5万美元的国债啊，一口之家，你啥都不用干，你就光呼吸，你就已经欠了46万美元啊，这个就是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说郭桓案呢，它本身是怎么样呢？它本身的原来的入口是在哪里？就是税粮入国库的通道。那么美联储它做什么呢？是美元发行的通道。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很简单是什么呢？郭桓案它有没有非法？它是非法的，因为它事实上它没有这些东西，你把东西散出去了，对不对？你把自己贪污掉了。剩下钱其实基本上那些粮食2400万担里面的拿回来700万担，你后来1000多万担你也是不见了。
被贪污掉到已经断头了，你根本也找不到了，是不是？所以说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无头公案。他犯不犯法？犯法，因为本身的大明制度里面的这个会计准则里面就不允许这个。但是美联储合不合法？美联储合法，一个非法，一个合法，差别在这个里。那差别就在于有朱元璋去把这个事情做止损啊，哪怕多杀几万人，反正能止损就算了吧。但是制度上面，以现在美国的制度来讲，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根本就没办法解决的，因为它是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啊，在这个状况之下，美联储每满1兆美元的国债，就相当于向市场注水了1兆美元。这1兆美元不会平均流到，是说啊，我这个钱流到每个人的口袋里面，不会，它会先流到华尔街，然后再流到资产负债表里面，然后再到股票里面，再到房地产里面，再到债券的收益里面。所以是说，你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啊，你资产的价格水涨船高，因为它就突然就价格就飙起来了嘛。而如果你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平头老百姓，对不对？你靠工资吃饭的，是不是？那么你要面对就是别人的资产涨价了，所以说你要面对就是物价涨价、房价涨价、子女的教育经费涨价，还有医疗费也要涨价，什么都涨价，最后涨价就是你的工资。为什么？因为他把钱放在市场上之后，他让大家人去分。郭华拿到这1000多万担的粮食之后，他也要大家去分，对不对？分完了再去交给政府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嘉靖的什么那个崇祯皇帝不是说吗？我他妈400万担收上400万两的钱收上来，我分给他们200，跟那些严嵩他们分200万两，我他妈还要谢谢他，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说制度烂的时候，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到崇祯帝，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这个制度性的问题。即使你把郭桓案弄过来了，下一个不是还有其他的案吗？还有空印案啦，对不对？这么多的案，蓝玉案啦，是不是？这么多案子，所以说制度不行的状况之下，你整个制度就不，整个国家内部就会开始完蛋。你要么自己完蛋，要么你向外扩张来延缓你的完蛋的时间。所以说，美国为什么要向外去征讨？原因很简单，你不往外去发展，你创造不出来新的资产负债表，你只靠目前的去消耗你本身的国债跟你内部的经济，你做不起来的。因为你透支了太多，我们要知道，美联储刚才讲过，它是把未来的钱先来算进来，所以说你不去找新的财源，不去想办法制造新的资产负债表，那么你靠原来的东西你是过不了的。比如说，你今天去信贷100万台币，但是你每一个月就是3万块台币的收入，那么如果你今天反过来去看，你这100万里面，你每个月要缴出去的贷款本息比那是4万块，可是你月收入就3万块，你怎么办？你是得找兼职。对不对？你把晚上时间就得去兼职跑外卖，或者跑那个网约车等等之类的，你要创造更多的收入的可能性来源，然后呢，让你的这个东西可以 balance， 可以平衡掉之后，以后如果你慢慢还，以后你才要借新的钱来去补旧的坑，那你是不是才能够去借？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当时跟各位去讲那个新青安的房子你不能买？我买你就没办法了，因为你的本身你是没有办法是期望未来的涨价，你光你原来只要付1万多块的利息。到期之后，今年很多开始陆续到期，然后你后面你每一个月要负担4万多块的贷款，但是你月收入可能才3万8，你要付4万多块的贷款，就算你是有5万块收入的，那你也没办法还4万多块的贷款啊，对不对？你怎么活？不行，那你说卖掉就可以赚钱，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你就赚不到了，对不对？比如说像韩国的全租房，韩国的股市是不是就这样杀人的？就是这样杀人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么做是好事的时候，你上去你就踩到最后一个。差协同理论放在什么时候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状况，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数字魔术就在于是说你的账就永远都是摆不平的。那朱元璋他后来做了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你账面你不能乱改，那就变成什么？原来是我们的中文字是1，然后2个1、2、3 3条杠，后来变成我们现在银行用的1、2、3、4、5的国字大写，那是朱元璋发明的那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这是额外的所以说在现在来讲美国它每一年都定通胀的目标，就是说让你的资产开始怎么样膨胀2%，让有资产的人，你的每一年你的通胀率都会有增长的地方，懂老师意思吗？美国呢限定他自己的通胀的状况，就是我固定让你的资产膨胀多少，对不对？这就是通胀的目标在这里，意思就是让你美元的购买力每年缩水2%，但是资产增加2%。那你没有资产的人，你就是4%的衰减你自己的购买力的，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不要以为是说赚美元看起来很美丽，那个没有的，哪里赚钱哪里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这个台湾人比较知道啊，你去美国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啊。这很多中国的一些朋友，认识很多人，他本身就是高管，还觉得美国赚钱，美国花，然后还可以寄回家发财，傻了嘛，傻了吧唧的。我见过这些人多了去了，聊天的时候遇到这些人多了去了，对不对？真的是那要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知道美联储它是有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拿一个实例来看。各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在2024年我们发生的在美国有一件事情叫什么呢？叫做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就是基桥案。基桥案呢，它在2024年的3月26日的凌晨，一家新加坡的船它去撞上了什么？撞上了这个美国这个斯特克大桥。那这个桥一旦被撞了之后那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桥是美国国歌的来源。当时他跟英国去打仗结果那个作家他就发现，打完仗之后那个斯特克大桥还是完好无缺的屹立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呢，他就做了一首歌来去歌颂这个所谓的美国还有斯特克大桥。所以这个歌后来变什么呢？变成美国的国歌，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桥是美国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跟我们今天讲的美联储跟这个过河案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就很大了。我们看它实际怎么操作的。我们跟你讲，美联储的操作那是美联储，政府的制度是政府的制度，我们不能说美联储有问题那联邦政府跟州政府就没问题吗？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体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桥被撞坏之后拜登就说这个东西要美国联邦来出钱，我们要把这个桥修好，因为它代表的就是美国，因为每天有几万个人在上面要去通勤但是呢，这个钱是美国政府出，所以说呢，他去慢慢的去交付这些钱，就他第一笔钱6000万美金基本上决定之后当天就播出了，就可以说是美国联邦在对这些灾难史上面发钱最快的一次。所以说发钱出去，大家就开始动起来了，对不对？动起来怎么样？动起来开始分钱了，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撞桥当月他们去估算这个斯特克大桥，它的总共的重建金额是17到20亿美元。预计什么时候完工了盖一条桥呢，它要从2024年干到2028年，这对美国来讲非常快速了。对中国来讲，当年你没有完成，你他妈会出事。对，因为它是断桥，它不是说基座都没了，好吗？那就算重建你也不过2-3年的时间，你拖到4年，已经算是美国非常迅速的东西了。而这个去执行这样子维修的一个州是哪个州呢？是马里兰州他们的州政府去估算这些东西。然后到了2024年了他就发现了这个事情不行要去做的话一定要有人去做。所以说2024年3月他开始要去撞桥了然后呢后面要发包这些东西，把钱拨下来了。然后到2024年的8月花了5个月的时间，他去那个什么凯威公司他就获得7300万美元的第一期合同。但这一期合同是怎么样的？你要去发现一件事情，这钱拿到叫做评估评估费而已，它不是真的在盖评估费而已。到了隔年2025年的11月，这个评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马里兰州州政府重新估价你这个东西原本17到20亿简直是开玩笑，对不对？得追加，是不是得加钱？对不对？马里兰州就说得加钱。然后呢，这个钱从原来的20亿美元涨价到52亿美元，你才能干这件事情，涨了1倍，再多加1半，涨了1.5倍的钱。那盖好的时间呢？去年说你要盖个4年不行，因为我们花了1年时间去评估它所以说呢，它推迟到2030年我们才能盖好，合不合理？也合理，好吧？也合理，因为我们要评估要时间嘛，你有环评地方政府还有怎么稀里哗啦，大家都要分钱嘛，对不对？是每次听证会都是要有钱的嘛。而从2025年11月重新估价之后，然后呢，那你既然重新估价，那原来收那个7300万的公司，你是不是说要提供报告来？说到也没拖很久，在2026年，就今年的春天，承包商重新去报价。这个报价我们经过缜密的计算这条桥重建不是20亿，也不是50亿，它需要90亿美元，90亿美元才能盖这条桥。只用2年的时间就差这么多，这2年时间为什么涨这么多呢？我们跟特朗普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关税制导致他的水泥、钢铁还有这些耗材是增加成本的。所以说呢，他从50亿变成90亿，合不合理呢？那他妈关税也没给你克到2倍以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必须要这样去讲了。所以说呢，就变成是说重新报价。重新报价，那他们的凯威公司就说你重新报价，我这个钱收完了，重新报价，如果你不满意那就算了。所以他们又换了一个承包商，
之前给出去那几千万美元也就算了啊，送你了，对不对？送你了就没有了，换一个承包商。所以到了2026年4月份那联邦政府又说这个可能还要再追加20亿，等于是说原来可能是90亿的，到现在要110亿110亿才能够好。那预计完工是2030年，说光成本光盖这条桥的成本可能就要59亿美元，再追加这些多出来钱，叫做环评地方回馈等等之类的东西，还有设计费，它的设计费是比它的总建造成本还要来得高的，也就是设计公司所拿到的钱比它的整个盖桥的成本还来得高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第一期从凯威公司他就花掉了7300万美元拿这个合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说要花钱，我们要盖一个测试性的桥墩测试性的桥墩，这根桥墩一根呢就一根我们不说多大，我也不知道多大，好不好？但是一根桥墩它就要报价测试性的测试性什么意思？我再跟你讲，它这根桥墩就得1.08亿美元一根桥墩就一根桥墩，你这个桥你不可能就10根桥墩吧？这个桥你敢搭，我也不敢做对不对？那个不行对不对？但是这个桥墩不是你正式的桥墩，这1.08亿美元所造出来的桥墩它是必须怎么样？我测试它的环境之后，然后它就得拆掉的，所以说呢，这个东西盖出来1亿美元的东西盖完之后测试 OK 了，得到数据了，拆合不合理？合法。合不合理？不管你合不合理不重要，重点是它合法，就这么简单。它合法，所以当地居民就很奇怪水面上我们永远看到的不是新的东西，而是什么？过去还没有拆的废墟。也就是说，这个斯科克大桥到现在此时此刻它还没有拆掉，就是留了那个撞毁的样子。我既不打算修，我也还没开始盖。而且呢，你也什么事情都还没进展下去，我就已经花了几亿美元去处理这件事情了，厉不厉害厉害，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出钱的是联邦政府，动手换承包商的又是马里兰州政府，但是你敢跟他说什么呢？没有，所以说就变得很简单。郭桓他在明朝中央的户部侍郎里面，这个2把手的里面，他把账做完了然后就说这个钱地方去把它追回来，他们就去追回来了。所以说有没有账？没有账，说他被砍头了几万个人被砍头了。但是联邦政府美国这个有没有账？有账，而且你一点理都挑不出来，因为他是依法依规的，啥事都不干，就花了几亿美元甚至10几亿美元去做这件事情。各位懂我这意思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你完全找不到一个毛病，但是钱就这么不见了，事情也没做，而且你挑不到理，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各位你自己扪心自问，这故事讲到现在半个多小时了，你觉得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所以说一个国家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在于是说我设计这个制度，但这个做不完美的时候，有没有人去监督？明朝监督者唯一可以说在监督的只有2个人，朱元璋、刘伯温。刘伯温被朱元璋弄死了朱元璋自己也死了，对，他因为他儿子死了嘛，朱标嗝屁了嘛，他就没有人接手，后来只有变成那个 Judy Boy 他是负责打仗的。那后面的明仁宗、明宣宗，他也改变不了整个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制度的问题会这么大。为什么？因为 Judy Boy 他想到是怎么样把那个蒙古人打服，就没命了，对不对？他就没命了。那明仁宗呢，就想说老爹留下来烂摊子，我怎么样可以过渡好的交给我儿子明仁宗他是当这个人这个字当之无愧虽然他只当8个月，但是你要知道他当了20年的皇帝2把手，对不对 ？Judy Boy 只要上任当皇帝之后，后面的所有的朝政基本上都是那个朱高炽明仁宗他自己去搞的，所以说基本上那个 Judy Boy 他没该管朝政都是明仁宗那个朱高炽去管的。那他其实没有当皇帝，他盛世皇帝，连 Judy Boy 都要看他的脸色去拿那个军粮。那明宣宗呢，花了10年的时间他在做什么呢？郑和下西洋。所以他也往外扩张。所以当一个东西它往外扩张的时候，你国内的问题是没有的。但是到了后面的明保宗，这个土木堡之变这个明保宗，他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他就只能想办法外面找活干，而他不是为了解决国内的问题，他解决是自己心情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仗打下去就完蛋了。
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啊，你要消化这个问题啊，就产生了很多的争议。说当这个民保中玩完之后啊，民林中正玩完之后啊，后面的国家你刚维持下去啊，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因为他后面要养的制度性的问题、贪污的问题啊、严党啊那些什么东西都层出不穷，还有地方的王爷拿了钱一个比一个多，对不对？当时就已经警告你了，你这样子的封王建侯，都是你自己的朱家子孙，全部都是世袭王侯。那么请问一下，你国家有多少钱可以去弄它？我们之前讲过这个故事了。所以到这个整个制度是不是就毁灭了？说制度不好，你又找不到外面的时候，你就只能自己腐败。所以你叫美国不打仗可以吗？不行，他不打仗，他就得完蛋，他就得完蛋。那中国为什么不打仗？他也没完蛋呢？人家现在还在发育期，不一样，还在发育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发到后面，你没有把制度弄好，所以他们的中国其实有个让我蛮佩服的地方是纪检委纪检委这个东西是蛮厉害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培养的了，他们纪检委就很厉害，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培养的。就是可以一直不断抓贪官，一直抓贪官我们看到在台湾，你看到抓贪官，我们不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在大陆抓贪官，你说他贪腐吗？他贪腐，但是他有没有把他抓出来处理掉？哪怕是政治追杀，我会告诉你，至少他把他抓出来了，对不对？这是不是有他的差别在？好吗？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制度的时候，它就会整个世界里面，它会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变革。你没有注意到它的时候，你就完蛋。你自己在经营你自己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发觉到自己的问题？你没发现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发展出未来的问题，因为你自己顾不好，你怎么顾到未来？一家之不治，何以天下为？这老祖宗讲话还是有道理的，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这故讲太久了，我今天这故事讲了40分钟，靠腰嘞，有点过分，好吗？来看各位有问题知名的命理师到大陆北京没有冰箱，只爱吃辣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说真的，我真的是不知道的。我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个意思呢。他知名命理师吗？我没有听过啊。廖美兰，金老师，你听过廖美兰这个人吗？你听过吗？你听过？我没听过嘞。知名命理师我告诉你，全世界第一个用命理在 YouTube 上面破10万粉的，那是本人在下我，好吗？我才叫有名，好吗？自己贴金的一下。这个我不知道是有名是什么东西，好吗？朱重八呢不是他八字很重胡说八道。朱重八意思他是家里第8个男生上面的朱重1、朱重2、朱重3、朱重4、朱重5、朱重6、朱重7、朱重8，好吗？但后面还有呢，对不对？开始不断的生而已，好吗？感谢书剑赞助感谢曲老师赞助来感谢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朋友先捧钱场，谢谢大家张雪机车事件，两岸政策，张雪机车这个东西进来这边把它拆曹操了，这个没办法，这个我不能说什么，好不好？我们伟大的党在领导我们，我们要相信我们伟大的党，好不好？相信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做法，好不好？不要叫我发表意见，不要，好不好？我千万不要叫我发表意见我不能发表意见，好吗？1兆等于1万，1兆等于1万亿，是这样没有错1万亿对他说的是100万，什么100万？100万是100万，1万亿是1兆，不是100万，好，2027开了单还有可能吗？2029年前我觉得都会吧，好吧？2027有这个概率的有这个概率，这个概率是有的。那如果专制落后，马斯克不会带老妈让他老妈定居上海，不知道老智会3天2头去大陆爬走，那是为了求生存，好吧？没有啦，有些客人他们需要我当场去服务，所以是说我必须当场去看比如说有些事情那个是产业合作或者是一些风水方面的事情那个阴阳宅的部分我得亲自去看，我不能去远程定位，好不好？远程定位通常是比较不愿意去接接了除非你坚持不然我不愿意去接，因为风水地气这个东西你他妈得现场看，你没现场看你看不出很多的眉眉尬尬，很多的一些犄角旮旯的问题，所以我等到现场去看所以我去中国很多时候是处理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事情了就去服务客户了，好吧？这个是这样子的。知名命理师说北京没冰箱上热搜了，我不知道北京没冰箱金老师，北京有冰箱吗？他瞪我一眼了，北京有冰箱我不理他好不好？那个他个人的想法，他去北京酒店住没有冰箱，我也觉得正常北京不是每个酒店都有冰箱的好吗？这个是这样是正这样子。我去上海住的酒店也不是每个都有冰箱对不对？有冰箱他也没插电是不是？那个很正常，好不好？那个其他人怎么讲，我们不讲他了，好不好？知名命理师，知名我不晓得呢，他可能很知名吧，但是我觉得我比较知名，我曾经是世界第一，好吗？好，那继续下去我喝个咖啡我们继续下去。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上它会有一个定数在。这个定数不是在于是说你今天是什么临时事件或是什么星象在变，很多事情从人的行为里面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封面是什么呢？我们封面故事讲的就是制度的阳谋，谁掏空你的钱包，你是必须被掏空，因为通货膨胀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去产生的。只有过去的封建时代，那你没有那么多通货膨胀，而现在这个世界你没有通货膨胀，代表你赚的钱没有变多，百姓不会同意的这件事情。除了中国以外，中国的通膨是一直被控制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原物料在自己手上，他们粮食是国家管的，对不对？他们粮食是国家管状况之下，你粮食不可能涨价太多。日本粮食不是国家管的，对不对？也算是国家，但是他们那个协会就是怎么样办民间组织、办财团法人的一个模式，所以说日本粮食会有问题。但中国不是只有1亿人的，中国有13亿人的人口，他必须让粮食好，因为粮食不好就出现下一个共产党，对不对？下一个去跟你革命的人，因为吃不饱我就得造反。任何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吗？所以我们要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整个是中东的局势也是一样中东现在风险会不会消失呢？其实基本上也是不会消失的。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整个油价跟保险运费它还是维持是高档状况。其实各位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你要看霍尔木兹海峡或世界战争局势有没有可能和缓你去看保险公司的运价有没有涨价就知道了运费涨了，保险费涨了，那个国际海商法上面的海商保险涨了，那基本上那么地方就是不安全的。你哪一天看到呢？台湾对大陆或对其他国家的这个航行贸易的保险费跟运费大涨的时候，你就知道差不多他们该打了，对不对？因为保险公司是最精明、最计算一些人，好吧？保险业是有精算师的，好吗？他是有精算师的，他不能够随便出保险商品的，他要精算，你知道吗？保险在大学里面也有这个精算数学系，专门去出现那边专门去算数字的人。他们精算过这笔保费赚进来，他们不能亏，懂我意思吗？保费赚起来就是来挣钱的，就是不能亏，不然你赔单大的，你可能几年甚至10年的营收都是为了填这个洞。保险你要不要想说保险它是永远都用不完的钱保险的钱那是给收来是赔给保护的，好吗？不是说你收进来钱都可以自己用当然我们有所谓再保险公司，但是不是每一单的保险费都有再保险公司对不对？比如说你防疫险，我们过去的防疫险，它就没有再保公司愿意保那保险公司自己掏腰包保险公司在泰国倒了3间对不对？倒了3间保险公司因为没有再保公司要去收，结果呢，谁知道它蔓延起来了？那每个人赔一点，那赔起来就很多了，好吗？赔起来就很多了，对不对？这保险公司跟保险业就知道了，他算出来风险系数高的时候，绝对算的比我准。他觉得风险高了，保费就涨。保费涨为什么？因为你他妈一个人出事，我就完蛋了。所以说呢，他保费就会涨涨了就弥补他自己的风险缺口。所以看保险就知道了。所以现在目前的来讲，中东航线的油价跟航运保险费会较高档，所以说你油价有没有可能下降呢？有困难，是有困难的。所以说未来的半个月时间，你要看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阿曼外海它的一个状况其实看保险费就可以清楚。但一般人找不到这保险费了，只能是说这个地方最容易知道的，好吗？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竟然是没有办法去轻易的结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所预测的川普老爷子他一定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其中选举会有很大的焦虑，所以他把这个事情要压到什么时候呢？不是9月就是10月，才要让他有一个可以结束的空间，因为百姓的记忆时间就只有2个月，2个月以上，对不起，你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事件，你干得再好就叫历史事件，跟我选举没有关系为什么都有2个月呢？因为你如果太早做，那么忘记之后，他们还有通讯投票，所以他们有通讯投票，通讯投票你要抓1个月的时间，是不是？所以这个所谓的很多东西我们要发现，他地方的选举州议会跟他们的那个上下跟他们的意愿这些东西会影响到特朗普未来你的执政的能力。就是说呢，如果这一次民主党他大获全胜了，这跟特朗普讲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民主党这次大获全胜甚至拿到75%以上的席位，因为他们换1/3嘛，但是民主党本身自己就有一半的席位了，对不对？只是现在共和党多几席而已嘛，他们是破坏了这个不是破坏，就是已经达到他们完全执政的状态。共和党现在是完全执政的状态，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有没有制衡？没办法制衡，因为共和党只要抱团，你什么都可以通过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今天换了这1/3，
交给到了民主党手上，那么他就有超过75%的席位的时候，那弹劾总统那是正常的一件事情，好不好？不要问我台湾如果民进那个什么我们年底选举出现这个状况怎么办？我不评论台湾的政治，好吧？不要评论政治，我就说美国这个状况来讲，的确特朗普是有机会被弹劾的，但弹劾会不会成立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弹劾会不会成立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后面日子肯定不好过，因为他的政令不容易被什么被同意啊，你得要那些参议院、众议院都同意嘛，对不对？或者他做的事情能不能通过，他就有点困难，所以他要把它往后面去放。那么后面就放到后面，让大家来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整个机制来讲，特朗普会变得比较焦虑。那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呢？特朗普就把这个在朝鲜这边啊，在就是所谓的跟南韩之间，他的军演的数目开始什么？开始收缩，然后呢，让他们自己的开支不要这么大。他会不会完完全全去移到去中东过去？中东那边的确是有征兵，那也是没有错。但是征兵是一件事，你能不能打又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你征兵过去，你一旦真的真枪又开始干起来了，那伊朗它本身的无人机那也不是吃素的，你不可能完整无缺的带你的舰队回去，这是肯定的事情。美国会不会赢？美国赢面太大了，但是他没办法完整无缺的回去，因为他们航母有被击伤的一个事实，不要说被击沉了，没有了，击伤啊，他们被击伤这件事情的产生。所以说，当伊朗它可能有上万架无人机去跟你做蜂群战斗的时候，你要全身而退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抵抗无人机，就连俄罗斯都抵抗不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的。那么你要说美军在海上，不是在陆地上哦，在海上你要怎么去抵抗这无人机呢？很困难，那是有困难的事情，因为你海上的船舰，你跑得再快，你也是有限的，而且你还没有掩蔽的地方。你在陆地上，我可以做个假飞机，做一个假的一个战车，或者把它盖起来，你看不到，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海上，对不起，你就是在海面上，你的潜舰的确打不到，但是你海面上的东西会不会打到啊？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那就没有用了嘛？所以说它集结过去只能形成威吓，但能不能打？不能。因为你只要一打，你就不可能完整的回去，不可能完整回去。你年底的这个所谓的其中选，你还要选吗？所以他就必然是不能够选。那只有伊朗只能继续的去维持跟加大力度的去封锁，让美国感到痛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办法去谈这个事情成不成立呢？一半成立，一半不成立。因为美国他真的怕痛吗？不一定。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其实其中选举有没有正式的去通过这个考验，哪怕他没有，他还可以用总统的特别权利。去通过一些特别或者紧急状态，他还是可以发展他自己总统的权利的。对特朗普来讲，他能够用的权利，他会无限制的去使用，他不会去考虑共和党他本身的未来路怎么走，他只在乎他自己能不能达成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能不能说他是自私？不是啊，他也不是完全自私，他基本上也是希望美国好，只是他方法错了嘛，对不对？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美国现在整个经济能不能去维持？有困难，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个制度问题是有困难之外，我们去想第二件事情，你油价上行了，还有包含了 FED 它也开始转鹰派了，是不是？他们要讨论通膨如果不降，就可能会升息，那短期利率又会上升，那美元融资的成本是不是越来越高了？那如果加上特朗普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税战，你是不是所有国内的资产又来涨价？就懂老师意思吗？国内的资产又要在涨价了，美国国内资产要涨价了，美国国内资产涨价，那些资本家又直接躺在家里就可以发财了，就这么简单。我躺在家里，有钱就变多了，我没有问题嘛，因为资本就跟资产是有关系的嘛，我就直接往上涨了，我根本不用谈这些事情啊。但是你说每一个人有资产的就是赢家吗？比如说我有房子，我说的是赢家，不是？为什么？贷款利率也会上涨，也会上涨啊，对不对？那你如果你是你有贷款，但是老师你讲不懂，你不懂美国，我他妈是锁定利率的，你锁的是可能在拜登时的那个时间你锁定利率可能是2点多%的房贷，恭喜你没错，你的确锁定利率，但是你还是得去继续去缴你已经高涨的保险费，高涨了这些所谓的这些房屋税等等之类的，还有你高涨的生活成本，所以你有资产，你不代表你赚，你只要有借钱，你就不可能赚。别人借钱可以赚，是因为他的基数够大，借便宜的日元而去买美国的国债，他是不是就赚到了？套利给套出来了。你他妈一间房子还欠房贷，你套什么利呀？对不对？不要说有土私有财，这个是过去那个孙中山那个愚蠢的想法，有土私有财，那是他那个愚蠢的想法，对不对？对资本制度来讲，有土私有债，是不是？你有土地，你有不动产，你就是有债。
因为你有房贷，你必须还那个钱，还多少150%起算。你买这间房子，你至少缴完它150%的利息，你才能够说这房子属于你，而这个时间花了20年，你人生中最好20年就为了扛这个壳。我不能说买房子都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买它是赚钱的，我不能否认它是这件事情是有的，但是那个是时机财。过去30年、40年的时间的前20年，的确有人靠这个地方是发大财的，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成立的，因为你的通膨跟你的资产已经透明化了，而且当人的知识水准越高，饭吃的越饱，你的生育率就下降。那你谁去扛你的这些所谓的资产呢？就没有了。说过去的成功，那是在过去他可以做这样去做，但是现在能不能做？不行的。说过去美国它是安居乐业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也不能忽略它，这个将近80年来，它经历过了至少7次的金融危机，每10年就得出现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账就一定会乱，账就一定会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去关心美国跟世界的经济的时候，你要知道它下一个问题在哪里，叫做 AI。你说老师你讲 AI， 你自己也在做 AI， 你怎么说 AI 会泡沫了 ？AI 会泡沫了，一定会泡沫，100%泡沫。它不泡沫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它非得泡沫不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AI 在美国，它对它来讲，它是要去面临它所谓的通货膨胀，跟它的一个电费各个地方，它是水涨船高的，但是它的收费没有办法提高，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他妈太便宜了。所以他们价格没办法提高，它只要一提高，那么中国会进一步的增加它的市占率。你说老师，现在你在乱说话，现在 DeepSeek 都涨了，对不对？用 DeepSeek，那我还不如用 GPT 5.6 Sora 呢，对不对？它现在已经便宜了，问题就在这里。GDP 有没有比较便宜？这样比起来 ，DeepSeek 涨了，是不是他们竞争力就弱了？的确是这样子 ，DeepSeek 竞争力弱了，天位也不便宜啊，对，20几块人民币啊，是不是？至少他用一个至少要多少钱？7块钱，100万 token 要7块钱美元啊，有没有很便宜？便宜，但是便宜的也只有多少？也只有它的两折而已，对不对？也没有说多便宜，才2折价格而已，是不是？那问题就是美国，如果你金额卖不高，但是你去盖这个所谓的 AI 的算力中心的时候，你成本就是他妈的有够高，高到不得了，你知道吗？他们买土地去盖这所谓的这个算力中心的时候，它就是成本就高。但是你能不能不盖？不行，你非得盖不可。那你非得盖，你才有这个算力，你才有办法去研发更好的一个模型状况之下，中国后面又去就跟你用那个放风筝的战术啊，放风筝什么战术呢？就是蒙古骑士啊，他跟人家打仗的时候就是放风筝，怎么样呢？我离你不远不近，然后呢，你一逃我就拿箭射你，对不对？那你一靠近了我就骑马跑掉，对不对？这是放风筝的打法。所以说那中国就用放风筝打法，你只要往前走一点，我就往前跟一点。对不对？你现在不只是只有 Kimi 3了，连 D4 Pro 和 V4 Pro 现在都已经很接近那个 GDP 了，也接近那个所谓的 Fable 5了。那更别说你还有所谓的 GLM 新推出来的模型，基本上你跟 Fable 5都快持平了。那这不是每个持平，都已经分庭抗礼了，不能说它完全碾压，分庭抗礼了。那么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怎么办？我继续盖。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盖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研发这件事情美国也是很强的，但是成本在这个地方。一旦你的市场经过时间去验证，你无论你盖再多的算力中心，你都不可能取得更多的市场的份额，因为全世界用 AI 的人就这么多，他们份额是固定的就是大部分也会跑到中国去的算力去做，因为再怎么样，还只要你的2折到3折的钱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为什么非得要去买你的美国大模型呢？那就是高精尖的美国模型，那一般的我用中国的模型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你真的要去做 AI 项目，你不可能只用一个模型。像我在做这个 AI 的研发的时候，我用的是很多家的模型一起去做不同的事情，一个项目里面有不同的事情，去不断的去优化它。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不可能挣更多钱。那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股市它做的是什么东西呢？股市它做的事情叫做期望值，我期望你未来会挣钱，股价就涨了吧，对不对？但是如果经过时间去验证起来，你盖完之后，你的负债增加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挣到更多钱，它会不会泡沫？肯定泡沫。韩国为什么它会股市大跌？因为中国的机体研发出来了嘛，中国不但研发出来，它还可以量产了。所以你说韩国股市会不会跌？会跌，是不是有它的原因在？会有这个原因在，对不对？它一样的生产，但是别人做出来了，市场份额被取代了，那么我就预计你未来赚不了那么多钱了，那我是不是要抛售？对不对？恐慌情绪去抛售。是不是？那是不是就可以做空赚得多了？是不是？
所以说，美国的 AI 产业会不会暴跌？会，一定会暴跌，早晚的事情。因为当市场反应过来，你怎么盖你都不可能赚钱的时候，你要光回本就是问题了，那它一定会泡沫。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说，中国现在又开始进口这个辉达的 H200的一个晶片，而腾讯跟那个字节跳动，也就是抖音，他们各进了1万多颗的这样子的一个显示显卡 H200显卡。不要以为那个很便宜，那一张好像是我记得没错，是100-200万美元的一张啊，一颗啊，算力也是100-200万美元了，100-200万美元哦，不是我们买那个10万块台币哦，没有，那是100-200万美元去计算那一颗那个 GPU 的哦，不一样哦。所以虽然目前所能够知道是 GPU，那个什么那个字节跳动跟腾讯他们各买了1万多颗，对不对？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是说你本身的华为生产是不是不够用了？不是，我们反而要去警惕这件事情。你进了这1万多颗进去之后，但是我们要发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进这1万多颗，你的用意在哪里？是你的模型已经跑不动了吗？反而不是，因为你在你没有买状况之下，它已经出了 Kimi K3，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那个 Mini Max， 它的 H3 又出现 GLM 新版，还有那个 D6 V4 Pro 都越来越强大了。那为什么它现在才要进你这个东西呢？很简单，它差临门一脚。它如果拿了更好的晶片，把它这临门一脚也过去了，那么对不起，它就起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它现在进口很简单，我觉得我的判断是这样，因为我看辉达大概还有在2年的时间可以好，所以代表是说它进回来这些东西。解决它现在什么？解决现在这个拉近它这个所谓的粘合期，就是我有这个技术了，但是我算力没有办法跟上。那我现在只要进来这些东西，让我算力跟上，那么我就可以拿 AI 设计 AI 去设计这些新的这些这个 GPU 的一些模型，甚至把它改成 CPU 去烧。那么这个过渡完之后，那中国就不需要回答这么样的强力去锁他们的 AI 的晶片的技术。因为他们有超定律，有很多技术，包含他们现在光刻机，还有他们的记忆体，都可以即将迈入量产的模式，但是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半年到1年的时间才可能进入量产。那记忆体已经可以量产了，那光刻机它现在成功率良率也很高，良率高跟量产又是2回事，它还需要半年1年的时间去做。那你有 AI 去帮忙去辅助的时候，它是不是速度更快？速度快，那是不是它更快的上线？所以说买这个 H200，它不但可以解决辉达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呢，也会解决掉美国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中国的这整个 AI 的一个制度来看我们要去知道，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间基本上你是挡不住它的。这个不是我在什么当小粉红，你要知道，连马斯克他都说中国的 AI 那势不可挡的，你怎么挡都没有用，它是没有办法去挡的，它就是这么厉害，你无法去逾越它的。为什么？因为技术的问题。你美国本来可以把，比如说月之暗面这个设计师，他本来可以把他留在美国的，但是因为你排华，人家回中国了。而现在其他的在中国的科学家，在美国的，你第一个在中国家去不了美国了，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也待不下美国了，你不回到中国去，你怎么搞？你自己也没路啊。所以说，当年为什么要建竹课书？几千年的智慧已经告诉你了，有容方能乃大，除了对印度人。因为中国现在对印度人拒签率高达95%，而澳洲、纽西兰跟加拿大也是一样，全世界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开始拒签印度，所以说有容乃大，欢迎各位的智慧，除了印度人，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发生什么事情我看一下切回来，我应该都有声音吧，好不好？大陆经济如果萧条的话，怎么这么多？如果去大陆经济是不好的它不到萧条，是真的不好，好吧？大陆的经济是真的不好，我们不用去美化它，它真的是不好它真的是不好，经济真的是很不好，这是事实，真的是很不好。它那个动能实在是不够，这真的是不够。因为什么？因为年轻人可以回乡他们的地方发展的这个硬体是非常好的。我告诉你，不要想鹤岗就是那个煤矿都市，然后就是一些破落户。我告诉你，鹤岗也是有大商场的，因为东北它是很繁荣的。你不要以为东北就是那个以前的穿了花布衫，然后在那边讲了你跨啥你巧啥那是农村基本上中国的东北呢还是很先进的。你在台湾，你还真没有比人家黑龙江还先进。不要说一脚把你踢去黑龙江，黑龙江比你还先进。不要说黑龙江的乌鲁木齐都比你先进，好不好？乌鲁木齐都比台北还强。我没跟你开玩笑，价可以拆到乌鲁木齐去，乌鲁木齐比台北还先进。我没跟你开玩笑，真的是这样。
好吧，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地方可以发展的时候，他们就不一定会留在沿海都市。那沿海都市少了这些消费人群之后，那自然而然还有消费动能没这么大，加上房地产的问题，好，房地产禁止你去炒作之后，你就发现孩子生不多，然后呢，房子卖不掉，哎，那我房子卖不掉，那我只能租出去啦，对不对？房市会不会回温？会回温，但是温只会温不死而已，因为它的一个线在哪里呢？你看中国房地产线就在于它的建材成本在这个地方，你建材成本在这个地方它稍涨一点，因为你不可能做亏本生意嘛。说建材它会让房价往上涨一点，但涨多不多？不多，因为建材中国自己可以产，所以建材不大会涨，所以说呢，房价会回温一点点，会不会大涨？不可能的，好不好？这些事情都可以去理解的，好吗？哦，还有什么问题了？高房贷很难翻身的哈。帮老师帮你改运中乐透哦，要能够乐透的话，我就自己来，好吧？好，那我们的记得哈，我们过2天我们消灾忏罪解冤亲的法会啊，我们要到齐了。那下周哦，我们会继续，像这个礼拜六，我们昨天有更新嘛，我们的9月份的那个局势总论。那下一周我们还继续更新我们属龙的生肖运势。那会不会追加那个生肖的12月、9月运势啊？应该是会的，好不好？老师尽量把它更新好。每天很忙，但是尽量我的使命就是为大家服务，好吧？我的心就有一个，我所做出来研究所有的东西都为你们而服务，你们就是我要服务的众生，好吧？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结束了吗？好，拜拜。叮